光头后周年纪录影片。前几天有观众来信询问说，不知道你在剃光头之后的发型后续是怎么样去做整理的呢？我就想说，哇，也1年了耶，那不如就好好的把它整理成一个影片，好好的来跟大家分享吧。如果你和我是初次见面，你还没有看过剃光头的影片，如果你也对剃光头有兴趣的话，欢迎点击链接到这个影片去看看，或者是等等再看也没有关系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先给大家来一点故事前情提要。一生中是只有剪过1次的短头发，当年还有发镜，剪了一个耳下的短发，有剪过1次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在我剪完后的下个学期，那个发镜就解除了。当时我好气哦，为什么要剪头？除那次之外，一直以来都是大概在胸下或者甚至到腰的这个发长的长度。长头发就是长头发，不管你怎么样去做改变，它就是还是在一个差不多的长度。尤其是我是那种剪发尾，会一直跟设计师 argue， 剪这样就好了，不然这样子，不然这样就好了。你需要剪那么多吗？紧张兮兮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剃光头这件事情一直在我的人生清单上。刚好的在去年，这个人生清单就这样子被我给解锁了。自此之后的发型就是每一天都走在不一样的体验路上，非常的有趣。就把时间拉回到我们的11月27号。11月27号的时候，我们在台中的新都公园进行了我们的剃发仪式。而第一刀呢是由我本人自己下的，接下来的其他后续是由 Steven 先生，也就是我的男朋友，他帮我完成了这一个剃发的体验过程。在12月22的时候，我的妈妈蓉蓉还有我的男朋友 Steven 他们都跟着我一起剃了光头，是3碗小光头，噔噔噔。讲什么啊？冬天在那边剃光头，很冷很冷，你要戴头巾去保护你的头皮，不然很容易感冒。为什么夏天剃呢？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吗？如果你要等到夏天，等到夏天的时候，你可能又不想剃了。有时候人生就是这个样子，你就是机会来了你就把握，条件来了你就突破，然后你有什么事情想要做，你就是不要再等以后。12月29号圣诞节的时候，大家都会交换礼物嘛 ？Steven 跟我各自交换到的吹风机还有梳子，在我们都是极短发的状态下，非常的好笑。1月5号，大家可以看到头发已经长长了一点点。事后在准备铁人3项的比赛，骑车外骑的时候都要戴安全车帽，这个车帽就会压这个头发出现一个隐形车帽的形状，非常的好笑。1月的时候呢，为了要去参加皮塔哥哥的婚礼，当时想说应该要体面的登场，不要太邋遢，所以呢就联络了 Chloe， 光头后的第1次美发造型，当时候染了一个樱木花道头。解锁了我的一个人生清单，就是想要染一头红发，好喜欢哦！你一点点的装扮搭上去，你就气势满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同时呢 ，Steven 也帮我拍了这组美照，自己真美。然后接下来的每一次新发型，他都会帮我留下一些照片记录。毕竟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留回这个发型，所以留下记录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。感谢 Steven。接下来在农历年的时候，跟 Steven 一起进行了一趟单车环岛台湾的旅行。在顶着这个极短发骑车的路上，冒中间的那个排气孔那些孔洞，非常的凉，会带走你头皮的一切温度。还好旅行中都是好天气，那有时候也是下雨或是很冷的时候，你就需要戴上头巾保护你的头皮，不然真的是很冷。但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，就是你洗完澡的时候几乎不用吹头发，就可以立刻干你的头发，就可以立刻睡觉，就好开心好幸福。骑车环岛其实是蛮累的一件事情，那你如果洗完澡就可以马上睡觉，是件很幸福的事情，不用在那边吹头发再吹半个小时。2月中下旬的时候，头发已经开始渐渐的长了。其实那些布丁头黑色里面是看不太出来的，就是看起来还是都是红色，但是因为你头发就这样这种就变得有点像安全帽头一样的感觉。所以2月23的时候，我们又再去找了 Chloe 去修剪一下，把两边的头发推掉了一点，更长一点啊，五官看起来更突出了一点点。撑了大概再2个月，一直到了4月中的时候，大家可以看到影片里面的这个头发长度已经有了。当时候也是还在进行铁人3项训练的准备，经常的会下泳池，每一次上岸的时候就需要用吹风机稍微烘一下，不然就是会滴水了。但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是，这个红色的头发呢，非常的显色呀。经过了3个月，我每一个礼拜会带下2到3次的泳池这样子泡水，但是那个红色几乎是没有掉色，
非常的厉害。在4月17号的时候，我们再回去找了 Chloe 换了一个深深的蓝色。计划呢是要用蓝色的冷色去中和掉红色的暖色，染刷的颜色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深的颜色，深到你以为是黑色。好处就是你的头发黑色长出来的时候，不太会有什么衔接布丁头的问题，比较好看的颜色。在4、5月之间，因为我的头发是自然卷，不够长的时候，它是会往上冲的。你要等到头发有一定的长度、有一个重量，它才会压下来。在那之前，就是一团乱七八糟，戴墨镜啊，或戴帽子去做一些搭配，去平衡掉发型的一个部分。在5月21的时候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小挂带的发型。Steven 说太可爱了，像刘海然后齐齐的感觉，我自己很喜欢。这个影片可以看到的是，大概是在6月初的时候，发长从背后看起来，它在窗户上的黄金猎犬被风吹的时候，头发会飘飘的的那个长度，风吹啊吹。6月8号的时候，到了日本的三宅岛、玉江岛那一块，担任一个水下摄影的助理角色，经常会下海水。经过2个礼拜的旅程，回来台湾的时候，这个头发已经有一点褪色了。我去找 Chloe 有一个整理，同时也换了一个新的发色，变成一个比较清爽的亚麻绿色，去迎接一个夏天的感觉。那时候非常喜欢这个颜色，那时候已经觉得这个颜色好清爽哦，对比现在的发长也到了可以用一个 all back 的概念，因为我很喜欢露出额头，我喜欢我的额头的肌肤是可以被呼吸的。7月中的时候，我们和 Steven 到了巴厘岛旅行，那时候的发长渐渐的长到会超过眉毛，顺着往旁边拨，变成了少女刘海。回到台湾的时候，8月父亲节的时候，我们去找了 Chloe 做一个发型的整理，因为8月的中下旬我们要出国拍摄一个 YouTube 的节目，希望在上节目的第一印象是给大家一个干干净净的好印象。8月18到10月30。都是在海上生活，每天就是泡海水，晒太阳，风吹日晒，有没有雨淋？有时候也有雨淋，头发变得非常非常浅色，长了很长的布丁头。上船的第一天跟离开船的最后一天，一个 before after 头发发型长度变化的一个照片，还有肤色，还有身形。所以说呢，等我们再回到台湾的时候，已经是11月了。回到台湾的时候，并没有马上去做一个发型的整理，因为11月底的时候要参加朋友的婚礼。每次要参加朋友的婚礼，就要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，这是一种礼貌的表现。我自己觉得，想要换一个新的发色，太早染的话，有可能会出现布丁头，不想要这件事情发生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先暂时用发带去做一个遮掩，跟把这个刘海架起来，不要让它一直刺到眼睛。到了11月21号，我们去找了 Chloe。当然，这个头发就是显而易见需要漂发，才有办法上这个清爽的颜色。漂发就是会做很久。漂完发的颜色，我就觉得已经很喜欢了。就是我其实就这样子把头发吹干，走出这个门的话，我也觉得很满足。但是呢，染完了这个粉红色，我更是超级喜欢的。那个染头发的小帮手啊，在检查头发有没有吃色的时候，你讲哇，这颜色吃的真好看。谢谢，我好开心哦！就这样子，时间咻归了我1年，这样子过去了。每一天，我都还是非常享受在头慢慢长长，在不同的发型之间穿梭的一个神奇体验，非常喜欢。偶尔会想念在拍照或者是拍影片的时候，头发飘，随风摇曳，然后仙气仙的感觉。但是大部分的时候，比如说下水上岸的时候，看到我的朋友头发揪成一团梳不开，或者是运动瑜伽的时候，朋友头发一直吃在嘴巴里面，或者是大家洗完澡的时候，看到我的朋友吹头发吹很久，就会觉得短头发的生活品质实在是太好了。无可比拟。以上是2023年的发型周年记录，这样子回顾看起来是非常的有趣。不知道看完影片的你最喜欢影片中的哪一个发型呢？会不会也想要体验看看剃光头的感觉呢？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，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年的发型周年回顾。上课。